他是 BLACKPINK 里人气最高的成员，是老佛爷钦点的人间香奈儿，也是在科切拉舞台上随便一个甩头杀呢，就能让全世界镜头都得追着他跑的拽姐。但同时呢，他也是被骂滑水最多的爱豆，他就是 Jennie。很多人呢把他的成功呢归功于 YG 的力捧和那张天线的猫系脸，但今天呢，我就带你来打破这层滤镜，看看 Jennie 到底是为何出圈。Jennie 出生在韩国富人区江南的青潭洞，有人说呢，他妈是这个娱乐公司的高管，爸爸是医院的院长。虽然说我已经证实啊，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姐不差钱儿。他家里奉行的是典型的精英式教育啊，10岁就被送去新西兰留学，入读的是当地最贵的私立学校之一。按理来说啊，他的剧本呢本该是名校毕业，然后常春藤啊、华尔街继承家业。哎呀，结果呢，就在父母都安排好他去读高中的时候呢，14岁的 Jennie 呢突然就叛逆了。他告诉父母啊，哎呀，我不要当什么精英白富美了啊，我要回韩国，我要当 idol。这份任性的背后呢，藏着的是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第一次精准规划。于是呢，15岁的他毅然回国，走进了 YG 的试镜间，凭借着那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魅力和扎实的实力啊，他顺利被收编成了 YG 的练习生。但是 YG 的练习生是那么好当的吗？哎呀，那简直就是地狱模式。长达5-6年的时间里啊，他和另外的3个女孩呢，躲在了那个小小的练习室里，通宵扒动作、抠细节。而 Jennie 呢，就是那个活了5年的王牌。YG 对他有多宠呢？在他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啊，就让他去给这个 YG 的王牌权志龙当 MV 的女主角，甚至还让他登台演唱 Black。这份史无前例的曝光度，让他在出道前呢，就成了这个 YG 人气最高的练习生。2006年，他正式以 BLACKPINK ACE 成员身份出道。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了啊。这 BLACKPINK 啊，这个史上最耀眼的女团，出道即巅峰啊，成了第一个登上科切拉舞台的韩国女团，人均手握2个顶奢代言。而 Jennie 呢，更是这一切的中心。她拿下了老佛爷卡尔拉格费的最后7年，成了香奈儿品牌历史上最年轻的全球大使。人间香奈儿这个标签啊，被她贴的是牢牢的。她也是队内第一个发行 solo 单曲的成员，那首 solo 呢，直接横扫各大榜单。那时候她呀，眼里有光，舞台上的每个动作啊，都透着一股子老娘要做的最好那种野心。而呢，站得多高，争议就有多大。就在 BLACKPINK 啊全球巡演期间，一场针对 Jennie 的舞台划水风暴开始了。网友们啊，用这个逐帧对比的方式呢，扒出了她动作力度不够啊，表情管理掉线的种种证据。对比她出道初期的拼命三郎的模样，判若两人。划水女王 YG 亲闺女的骂名呢是铺天盖地。但是真的是划水吗？或许啊，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在视频那种高强度连轴转的行程下，一个唱跳歌手不能常常都保持120%的满练状态。而 Jennie 呢，作为这个队内啊承担了最多高难度 rap 和这个高光时刻的成员，他必须学会在爆发和续航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他不是在划水，他只是在用一种更聪明也是更职业的方式去完成这场马拉松式的表演。而就在他被划水争议搞得是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的情史又为他添了一把猛火。从这个 EXO 的舞蹈担当金钟仁啊，到这个同公司的天王权志龙，再到防弹少年团 BTS 的是首帅金泰亨，他的绯闻男友名单那简直就是 K-pop 顶流图鉴呢。尤其是金泰亨那段被曝光的济州岛同游照啊，更是让他和男方呢都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脱粉浪潮。爱豆怎么能够谈恋爱呢？花着粉丝的钱去谈恋爱，你们配吗？这份来自粉丝的愤怒呢，是极其的病态，又是极其的真实的。在 K-pop 这个造梦工厂里，贩卖的从来就不是音乐，而是人设，是恋爱的感觉。在心理学上呢，这被称为是拟社会关系。粉丝呢会单方面的与这个偶像呢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恋人的幻想。所以啊，当 Jennie 这个被无数粉丝幻想的完美女友，竟然真的跑去和另一个男生谈恋爱的时候，粉丝的感受不是失恋，而是背叛。这份背叛感才是偶像恋爱的原罪。面对舞台划水的业务争议和偶像失格的情感风暴双重夹击之下呢，所有人都以为这个 Jennie 这次真的要凉了吧？结果呢，2023年底 BLACKPINK 与 YG 的世纪续约大戏落幕了啊，团体约续了啊，可人家不签了。Jennie 呢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厂牌 OA， 她自己当上了老板。这部戏走的是实在是太精了。首先呢，她没有和 YG 撕破脸，团体约续了，意味着 BLACKPINK 这个超级 IP 还在，她依旧可以享受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这个身份带来的巨大红利。其次呢，她又通过个人约不签啊，彻底摆脱了 YG 那个越来越拉胯的内部控制和吸血合同。她终于可以以120%的控制自己的命运啊，她不再是那个需要被 YG 保护的小公主，她成了能够和 YG 平起平坐谈条件的金老板。所以你看啊，Jennie 的故事呢是一部最顶级的 K-pop 女王进化史。她出身豪门，却选择了最苦的练习生之路。她被捧上了神坛，也曾被黑到谷底，但她呢从未在任何一场风暴中迷失过自己。她比谁都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当她是爱豆的时候呢，她就做到了最极致的自律和最完美的舞台表现。而当爱豆这个职业已经无法承载她的野心的时候，她就果断掀桌子，去当那个制定规则的老板。这份每一步都踩在点上的精准和清醒，或许啊才是人间香奈儿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的秘密武器。